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美伊战争。现在伊朗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美国的战机还有一些潜舰接连毁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谈论的画面。透过这个从伊朗释出的这一段短短6秒钟的影片，你可以看到一架看起来像是 F-35战斗机的这个飞机被锁定，然后被击中。其实这个画面让人觉得有点这个惊心动魄哦。不过因为只有短短的6秒，所以呢，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来看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他们是说这架 F-35的美国战斗机是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中哦。美国的战机在伊朗中部的上空被击中，并且受到重创。那另外呢，来自于俄罗斯的官媒Russia Today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架战斗机可能是被明358飞弹的装备给打中的。这是伊朗在2010年代之后自己研发的地对空的飞弹，它的特色是什么？可以有长程无人机的特性，在空中长时间的滞留，然后作为制空攻击弹药，等到目标出现之后才发动攻击。至于美国方面的说法是说，对，我们有一架战斗机是被击中了，可是已经安全降落美军的驻中东基地，现在飞行员的状况很稳定，相关的事件正在调查中。这是我们看到3方面的说法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击中 F-35的伊朗那外界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伊朗现在的这战斗力啊，还有各个方方面面的作战能力都很强大哦。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打到美国的第5代战机 F-35只是其中一个你们应该期待更多的惊喜已经放话了，说会有更多像这样子的重击。那另外呢，攻打伊朗的战损已经曝光了，我们看到美军的受损情况是什么呢？有16架军机被毁坏被击中，包含10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击落，还有 F-35我们刚刚讲到疑似被火网击中，紧急迫降所以呢，伊朗的防空系统还是对美军造成高度的威胁。至于人员的伤亡，是有13名的美国士兵阵亡，还有200人受伤，其中有10个人伤势严重。那我们看到呢，伊朗的革命卫队不断的对外发布新闻说击中命中了美国的第5舰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双方的这个攻击的进度呢，都不断的在公布那川普现在怎么想的呢？他考虑美军登陆伊朗吗？这是我们大家过去1个礼拜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是美国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我们看到的美国的2栖突击舰说是下个礼拜就会抵达了中东，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Okinawa 的那个这个2栖突击舰。那另外呢，像是美国有一些媒体啊，路透社的国安记者他就说川普呢已经着手下一个阶段的各种因应方案。可是今天川普否认了他在白宫他说我们不会出兵伊朗，他说不会在任何地方部署地面部队，所以它意味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让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呢？现在我们来看看，钱不够了，弹药不够了，所以呢，传出美国国防部要追加2000亿的美元的预算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那川普怎么说？他说这个钱不只是为了伊朗的情势，还要让美军保持顶尖，这是很小的代价，2000亿美元而已啊。不过现在美国智库已经在这个盘算了。因为弹药告急嘛，你很难持续攻击伊朗，有没有可能让以色列来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有没有可能让以色列来出动地面部队？纳坦雅胡说，靠空袭没有办法推翻伊朗政府，所以这是一种暗示是不是有一个地面行动呢？那纳坦雅胡是这样讲，他说行动必须包含地面部分，地面行动存在多种可能性，我就不向各位逐一透露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样的盘算。来请教赖老师。F-35是隐身战机，它有夜战的能力，
这次被打到是在夜间2点多的时候，就是半夜2点多的时候被发现被打到，然后这次被发现很明显的是伊朗的雷达所发现了，锁定以后发射打到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美国的隐身战机不完全隐身，也就是说伊朗有这个能力看到。那大家会问说，那伊朗的这个雷达能力是透过谁给的？是俄罗斯给的还是大陆给的？这不晓得，但是已经确定了，伊朗的雷达可以看到这个隐身的 F-35战机，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它可以打得到，那等于是美国原本所掌控的这种制空权，很明显的受到了牵制破坏了。它有空优，有空中的优势，但是它没办法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一旦没有办法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因为这是第一架隐身战机被打到，这个也会涉及到未来美国到底敢不敢，还是会不会再度的使用 V2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使用大编队的这种那个 V2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它顺利的进入了伊朗，轰炸完了以后顺利的离开。但是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伊朗大概是看不见这个隐身的战略轰炸机。可是问题是，当我可以看得到 F-35的时候，那会不会在这半年内的时候，伊朗已经拥有了可以查看得到这个隐身战机跟隐身战略轰炸机？隐身战略轰炸机，第一个它的块头更大，第二个它的飞行速度更慢。如果它一旦被发现的话，那它被打下来的几率就更高。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美国在使用这种轰炸机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很多的牵制，会很多的考虑，甚至美国很多的飞行员，特别是 F-35的飞行员，是不是能够在肆无忌惮的，或是任意的在伊朗的上空执行任务？我觉得这个都对美国来说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制约。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在这一次F-35战机被打下来，这个真的是不是小事情，这个对美国真的是大事情。那另外，这个川普所说的，他不会派地面部队部署在这个伊朗，这个很明显的是兵不厌诈了。这个不算是诈欺罪。如果过去的话，美国川普应该是犯的是诈欺罪。是怎么说呢？他一方面跟伊朗在进行谈判，而且派了他的亲信，第一个他的女婿，第二个他的最亲信的中东的特使，来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突然间来一个奇袭，这个是诈欺罪。因为谈判的目的是不用战，不打算要打仗。那不打算要打仗，第一谈的时候也不错，说已经进入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下个礼拜就要谈了，然后还在大家都在准备在谈的时候，他奇袭了，这个就是诈欺罪了啊。但是已经开打了。我说我会不会派地面部队？我会派，不会派？我会部署，不会部署？那这个意义不大了。所以不要去信这个川普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这个已经是兵不厌诈了。也就是说，我说不会派，我可能就会派；我说不会部署，我可能就会部署。这个都不能够说不会了。为什么？因为观众朋友，你想这么多的部队，2000多人从这个横须贺从日本这边，不一定是横须贺军港，从日本这边开始开拔，然后要赶赴中东，另外又传出从本土还有1-2000人，也是要开拔了，这也都是属于海军陆战队的。那两边加起来已经到4-5千人左右了。第二个呢，传出说82空降旅5000多人82空降旅它的演习任务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目前正在集结中。那82空降旅是属于快速反应部队，24小时都可以打到投下他所要的角落里面。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攻坚战的海军陆战队跟这个空投的这个空降旅两边都已经在做准备了。所以我个人的推断里面，川普现在说我不会派地面部队作战，这个都不要相信，因为这个真的已经是不能构成诈欺罪，这真的是兵不厌诈。可能他今天跟你说了，再隔1-2个礼拜以后，突然间你就会发现，那地面部队就展开了。那有人就说，那这样会不会是由以色列来出动？美国出动，以色列才会出动，因为
观众朋友，你们要晓得哈，我部队要投进去，我到时候还要能收回来。那如果以色列目前来讲没有任何港口湾，是他把部队投到伊朗去，那他到时候怎么把部队收回来？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我个人认为不会是以色列那么马上就出动，不会，他一定配合美国要联合作战，而不会单独作战。所以老师判断是非常有可能，美国跟以色列会联合出动地面部队。我觉得是不能排除，不能排除，不能排除。OK， 来请教舰长。基本上来讲啊，川普就是他口，每天就是一下说东一下说西，川普的嘴啊，骗人的鬼，千万不能相信。那我们有关于看到这个F-35的部分呢、之前美国的宣传或者大家的认知，也就是无论是 F-35或者是 F-22呢，其实都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但是这一次完全的打破这个神话。那这个神话呢，其实我们来看到最重要的，现在大家已经确定几乎就是如此了。那我们来看看啊，回头看一看。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不是才说美国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伊朗的防空系统正已被摧毁，所以这个也就是他骗外人也就算了，结果他骗到自己人也就是他们的飞行员都相信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很短的，大概就是5到6秒的影片那其实我请教一下大家，无论他是被这个红外线的那个被动追踪的飞弹那个打到，或者是他被这个半主动或者是主动的防空飞弹打到，他有没有打出这一个 Chief？ 他有没有打出热焰弹？完全没有啊！大家有看那个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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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下弹吗？没有啊！那意思是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发现？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他被锁定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对，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有关于金刚不坏之身。你看这飞弹都这么近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他是不是能够直接的已经他回到了中东的一个基地啊？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跑到这个乌代尔，还是跑到伊拉克？不知道他到哪个基地，但是呢，我们确定了那个他是被飞弹打下来。那而且呢，现在我们来看那个刚刚大家现在都很会趁着战争做宣传俄罗斯说，这个是我的飞弹那个，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也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另外一种研判说这是 R-27T 的这一种飞弹，那改装的这个也不是完全的 R-27T， 因为 R-27T 俄罗斯的装备呢，那其实到了各国之后都被魔改R-27T 比较可能的真正原因在于说，它其实是1983年出产的原型它原型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头是圆圆的这种红外线导引的，它其实不是。那它其实原来是那个主动归向的。那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改？也就是其实面对这种逆中的战机呢，这样子可能比较有效。但是这是第一次吗？还不是第一次。我们来看在去年的5月13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航行家的这一个国际媒体就已经讲到了胡塞组织拖鞋军那他其实几乎已经击中美国 F-35跟 F-16了。那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告诉大家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研判是 R-27，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点名是 R-27T 的部分了。那这一个我们前几天到底在讨论什么？我们前几天不是正在讨论说 F-35它在使用旧的软体吗？那是不是这一个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呢？那这一个也就是我们谈到说它的升级软体呢停滞不前，那但是战机已经直接投身于战场了，这一个是最大的问题那大家说升级版 TR3 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看用的手机你启动一些 APP， 它可能告诉你，对不起，你的版本过旧，请下载新的档案。那其实我们讲到 F-35也是这个状况，这个也就是当初大家在讲说 F-35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后门，
然后结果美国是说其实不是，但是你要不断的下载新的程式，不然的话你的能力会下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是，来，董哥怎么看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新闻会受全球关注呢？是因为这是整个过去的民主同盟的国家最主要的战机，美国卖给相关的国家。那在亚洲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洲，我们一直要跟他买，他不卖。大家可以看了。那欧洲呢？当然英国、法国啦、荷兰啦、挪威啊、丹麦啦，这些甚至土耳其、加拿大，这些跟美国过去同盟的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几乎都有，芬兰这些大家都有。为什么？因为美国把它视为是过去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防线，而且是最好的战机，它曾经在很多战场上使用过。是。那中国大陆当然有歼35，可是因为没有真正在战争使用过，很多人就会高估了美国的这个隐形战机啊那这个35它的那个名称叫做闪电就是说让你捉摸不着。当然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涂料然后它有一个反雷达的系统。可是这一次如果是看到因为看到画面你就觉得说它的确是好像被打到有受损啊。那有谁有办法去攻破它？那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我刚刚讲的，它特殊的涂料跟它的反雷达的系统，这个不得了，对整个全世界过去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国家来讲，每一个国家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个飞机从来没有被打到过啊，没有被打到过。很多人宣称，那飞机有失事过，那是自己摔死了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要来讨论了。哇，那现在那个伊朗到底是还有什么武器？那大家刚听到我们两位前辈他的讲法，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你不经过战争，很多东西你不觉得可能啊。过去中国那个美国的死神说他多厉害，无人机多厉害，还不是被打下好几次？那打下来大家才说，原来都有破绽。这个破绽在战争里面看到了。当你出动战争，可能你在向各国展示说我们这个飞机多好，然后各国来跟你买，军火商大发利市。可是当你在战争的时候，其实你的破绽可能也有你的对手在看说这飞机的缺点在哪里那这个可能你出动太多就被人家发现了你的破绽。现在虎视眈眈的一定是中国大陆跟俄国嘛，那他们到底看出什么端倪？他这次有没有去帮伊朗在那边？做了哪一些东西把你打下来？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其实在这一场战争虽然前面好多人都被他打得稀里哗啦，可是这一次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惊骇。是没有错，的确全世界其实都在看，尤其是军事专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很多人说，过去是不是高估了美国的战力？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它的反击能力超乎想象，它已经进行了第66轮的军事行动。它名为真实承诺 4第66轮军事行动，并且使用多种超重型的多弹头导弹，还有无人机去袭击以色列的中部、南部目标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我们来看看呢，伊朗第一次在第65轮，就是上一轮它用了升级版的卡德尔导弹。所以它击中了哪些地方呢？它击中了沙国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巴林的美军基地，还有阿联酋的空军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美军基地都被破坏了。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导弹呢，还袭击了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以色列北部的海法这一处炼油厂的核心区域受到了攻击，冒出了浓浓的黑烟。海法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原因当然是来自于攻击造成电力受损。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无人机也是非常的厉害它用无人机群来打击以色列的多处重要目标，包括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个靠近黎巴嫩还有叙利亚边境的军营。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其实受到非常大的重创那另外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视角，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是双面作战，还对真主党做出了地面部队的作战，所以您来看，这是黎巴嫩真主党释出的影片。影片显示它至少瞄准了5辆向黎巴嫩南部进行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坦克来瞄准。
至少3辆坦克在这一次的袭击中被击中哦。那另外呢，据说伊朗也破解了以色列的安全通讯相关代码，所以呢，把这个代码给破解了，他们就非常容易掌握以色列军队的这一些各种方方面面的行动。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刚刚董哥也讲了，是谁在背后提供支援呢？是哪个高人呢？哦，现在呢，有人大部分都是说俄罗斯、中国大陆。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也是蛮多人哦在这个谴责的。这是俄罗斯的记者哦，你看到他身上有写一个记者的这个媒体的一个字样的防弹背心。他在黎巴嫩南部哦拍摄画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做 live。结果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差一点击中他，只差10公尺啊！哦，你可以看到，因为这画面太血腥了，我们没有办法放出来给大家看。他背后10公尺非常近，爆炸了，那个导弹爆炸了哦，在记者身后不到10公尺的地方，这个爆炸，他就赶快哦扑倒在地上啊，躲避这个炮弹的袭击。所以你看到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说。居然以色列对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袭击，而且加萨大家不要忘了哦，有200名的记者遇害，那个时候很惨烈啊。他认为啊，这不是意外，他认为以色列是蓄意谋杀，而且是谋杀记者。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荷姆兹海峡哦，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注意的一个地方了。现在伊朗啊，夹这个海峡来令诸国吗？因为毕竟他控制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伊朗的国会议员是说，他们要通过一项法案，就是你如果要进去这里或通过这个航道的话哦，我们要向你收费，收费哦，你把钱留下买路财，我就让你过去哈。那未来他们想要这样干。那我们再来看看呢，伊朗现在已经重创卡达17%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了，因为卡达一开始就被炸了嘛，现在要长期要修复5年哦，估计每一年的损失是200亿美元，而且呢是威胁了欧洲跟亚洲的天然气供应。我们台湾也一样受到重创，因为我们有20%到25%的天然气是从卡达这里买来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啊，最近呢，他在这个《经济学人》发表一个文章，他就语重心长的说，美国不是在穷尽外交之后被迫出手，以色列在双方还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把美国拖入了这个对1的战争。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哦。刚刚赖老师也讲到了这一点，赖老师，对这个战争真的是可以避免，而且当时伊朗也释放出讯号，很明确。就是有诚意、有意愿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农缩铀他已经承诺了，他不会去发展核武。联合国的原能机构也承认说，也证实了他没有发展核武。最近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作证说，伊朗没有要发展核武。观众朋友，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在国会作证说，伊朗没有要发展核武。那他提炼浓缩铀的目的是要反制川普把这个合约撕掉，当时签的契约那是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所以他说你违反了契约，那我就不再遵守契约，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但是联合国说他没有要发展核武，只是说他准备材料好，准备材料到能够发展核武是2件事，但是材料是基础啊，我们叫做充分条件嘛，啊，或是必要条件。好，那现在的情况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发现说，伊朗有一款导弹可以突穿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防导系统，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啊。那个时候被看到、被证明，这个导弹就是卡德尔。现在卡德尔从去年6月开始打了以后，到现在我们看到它的功能越来越强了。那它现在已经可以达到165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它的弹头超过1吨以上，它可以集束弹，也可以高爆，也可以直接打在这个坚固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它还可以规避雷达，不容易被拦截。目前为什么以色列也好，美国的很多空军基地，它本身都面对重挫？除了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也就是说，经过几波的这种消耗战美国的防空的能力比以前弱了，这是第一部分。但是第二部分就是，伊朗现在拿出一个更强大的
导弹穿透性更强，所以美国的空军基地现在被挨打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那如果这样一直打下去的话，美国的空军基地不能够安全的使用，对于它的战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拘束力。也就是说，本来我这个空军基地安全的话，我的飞机起降还有地勤人员的作业都很顺畅。现在没有了，现在变成是随时有可能一个导弹过来。那所以空军本身要不断的转场，或者是在掩体下啊，避免被打到。我想这个对美国的要利用这些靠近伊朗的空军基地来进行战斗任务，它的难度就越来越高。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过去因为以色列它用法律，而且用重刑5年以上的重刑规定说，你不能够拍摄、报道、放出啊这个没有经过官方允许的在以色列的所有的画面。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我们叫做阿联酋，它本身也是做同样的规定，所以有一位英国的旅客，他被判了2年的徒刑。就是他把这些影片，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个金融大厦 OK 然后有颗导弹打到了，打到以后，他刚好跟他的伙伴们经过这一段的时候，他拍下来，拍下来他就放在他自己的视频上的时候，这样子被起诉了，然后他同伙的人也都被起诉，那他被求刑2年，那当然这个官司还在打，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会对以色列或是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因为美国也是一样，把这个新闻自由没收了，封锁了因为他没收新闻自由的目的是避免他的军心受到动摇，这个都可以理解啊。但是他避免军心受到动摇，然后他自己本身的新闻发言人也不如实的更新的把他的实际上的状况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对于美国、对于阿拉伯联合国家，还有对于以色列被挨打的情况，我们都几乎都不知道了。那些画面，所以才会片段的这样一直流出来啊。那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原来以色列本身的军队，还有以色列的也其实伤亡也是蛮大的。好，现在的情况是，海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陆陆续续站出来了，他们现在在指控美国跟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个战争的责任，美国跟以色列想把它引导在伊朗上，但是很明显的，伊朗的成功什么意思呢？成功的说服他们说，我们伊朗真的是努力的在谈判，所以还没有穷尽一切谈判外交手段的时候，你美国跟以色列就发动这个战争，那也就是说，这个战争的责任很明显的是在美国跟以色列了。那这样的话，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想把海湾国家卷入跟伊朗的战争，这个谋略基本上来讲，成功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是，来请教舰长。以色列攻击记者是第一次吗？不是第一次，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要让最真实的画面暴露在世人的面前。那这一个地点到底是在哪里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一个小镇，叫做西雅姆镇。那这个镇呢，其实早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电视墙一样，已经被打成蜂窝了。这一张图，我们看到的是央视的画面，可是它也不是最近的画面，它是2022年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就是打的通通都已经通通都是倾腿的那个市政的状况啊。那其实呢，我们这样子讲到说，那个美国是不是在穷尽一切的一个外交手段，然后才发动这个？当然不是啊。我们来看委内瑞拉是不是也是他的所有的外交手段通通都是烟雾弹，然后他的烟雾弹背后其实真正要动员的是他的部队，所以他把这一个我们讲到说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不意外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篇文章，也就是最近一期以及刚刚才发的这一本《经济学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封面长什么样子。它的封面叫做川普的盲目怒火行动啊，也就是你川普对于实际的状况到底了解多少，可能不了解多少，你就是现在一个怒火到处烧啊，然后到处打。为什么我们讲说现在谈到地面战的部分，我们现在拿这个
伊朗当做底图，我们上面这个看到这是绿色，这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叫越南，你美国没打下来。那现在我们来看，伊朗是它的多少倍？下面这个图，它这是哪里？这个是阿富汗，你同样的也没有打下来，它的那个土地也不像伊朗这么大，然后你也一样打不下来的。所以美国现在就是在做白日梦啊，他觉得他可以，他各种动员部队。那例如说我们前几天看到的有关于中央司令部，他在霍姆兹海峡这里的山区进行攻击，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未来这个迪利波里号，他带着这个陆战队员，那要进行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其实它真正瞄准的是阿巴斯港。我们其实刚刚讲到它被轰炸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位置啊。那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它要进行攻击？那当然了，我们就来看它这个山区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框框，一个框框一个框框，这里面通通是什么？通通都是我们也不知道是飞弹、无人机还是那个弹道飞弹，它通通都有。那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画面来看呢，里面到底有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地下掩体里面。除了我们看到这个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上面跟下面可不是同一个地道啊，从哪里可以见得？你看看它的这一个角落的这个旗帜长得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这个地道其实错综复杂，而且我们如果是大家有到过金门马祖的这一个地道的话，你就会知道它会有各种的转弯，甚至防爆门，不是你一炸之后就能成功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是无人机的部分，可是一般大家比较少看到的，下面的这个也就是反舰飞弹，上面是巡弋飞弹。那为什么打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霍姆兹海峡，刚刚我们讲到地下掩体的位置在这里，那这有非常多的这个岛屿啊，我们看到这个是阿联酋的部分，从这个掩体到阿联酋一共是106公里，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各型飞弹，也就是无人机。通通都可以跨越霍姆兹海峡，那更不要讲说，这个有关于亨贾姆岛啊，或格什姆岛啊，或者是拉纳克岛啊，霍姆兹岛上面，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攻势。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哦，美国是要担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飞弹不是一个流水线在做的，它是用手戳的。也就是每个人用手工做出来的，你看连焊都是由手工来焊的，那连组装都是用手工来组装的。你可以觉得它不够准，可是它只要打到你怕就好。是董哥。对啊，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不对称的战争里面，既然有这么多不可想象的，现在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它显然很多东西已经在地下了，好让你打不到，好，然后随时用很少的兵力来骚扰你。那你每天就要去担心受怕你的军事基地或者你的炼油厂这些东西被打到了，没有人想到就是说大家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的卡德尔，现在怎么突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功效？因为说穿了嘛，你这些自由的这些不管是炼油厂或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像你自己本国有铁穹有军穹去做防护嘛。那他其实你觉得很 low 的弹。它还是可以打到你。那这个新式的卡德尔它有一个名称啦，叫做纳鲁拉斯啊。它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多弹头，而且它是反干扰，所以让你现在捉襟见肘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本来他跟以色列讲他们都顺都怎么样，但是他去把韩国的萨德系统把它调过来，表示。他的萨德系统真的被打坏了，对不对？他需要这个，他才不管你跟韩国有什么军事同盟呢？我现在跟以色列在打伊朗，我这个坏了，就把你的拿走了，就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所以李在明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好，那你再看，他们说他们无人机要卖台湾，要卖什么？他们无人机也是全世界最厉害，死神无人机都厉害。结果他们无人机要跟乌克兰调，泽连斯基说好，我愿意帮你。我们现在看的都觉得很错愕，美国不是很强吗？那显然
我觉得美国当然自己也没有准备，它的背景就好像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就是以色列要打，为什么要打？他看你美国跟伊朗可能快谈成了，怎么可以让你谈成？我就打了，美国就拖下水。川普为什么愿意被他拖下水？因为川普这一任执政以来最难堪的就是被大法官打脸，打完脸以后六神无主，结果说怎么办？对不对？本来得意洋洋，现在大法官说你这违法，你不能去干预大法官的那个嘛。那当你在这种最脆弱的时候，好啊，就跟以色列一起去打这场战争，因为有期中选举嘛。那时候料定美国很强嘛，大概2个礼拜、3个礼拜就可以把它打掉了。打掉以后跟习近平会面都风光啊。2月28打，3月30要见习近平。你看伊朗不是都强，被我们怎么2个礼拜、3个礼拜就把它解决？发现现在没办法，现在对不对？要跟习近平见面，只好延后，所有东西都在他盘算之外。可是要打之前，他可是信心满满，他觉得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自诛在握。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美国他的能力，看到以色列他们的能力，现在发现了，已经变成全球公敌了。你只要看委内瑞拉这场棒球赛打败美国全世界欢声雷动，美国人死好。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不过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潜力真的无穷哦。你看到它的地图炮开满开豪，就是报复地图炮，无人机它袭击了科威特的炼油厂。火海一片呐、你透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不过我们必须要讲这个以色列其实也是不手软的。他在这一天3月20号，大家知道是波斯新年。这一天呢，因为这个伊朗古称波斯嘛在新年这一天呢，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了空袭所以你看到呢，它炸的也是伊朗的这个炼油厂跟相关的天然气的设施，所以两边都朝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设施来做一个攻击非人类之福。伊朗发出警告他说以色列会做一件事情，他会对沙烏地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发动假旗行动。什么意思？去破坏这个石油公司，然后说，这是伊朗干的所以他觉得说大家要防止伊朗做这个企图嫁祸的动作。而另外呢，纳坦雅胡说，我们正在取得胜利。他宣称伊朗已经没有办法生产浓缩铀，也没有办法制造飞弹了。可是现实生活好像不是这样，事实上，伊朗的飞弹还是源源不绝呀。我们先来看看这是最新消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刚刚证实遇袭身亡了他也被斩首了那可能是来自于以色列，也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斩首行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一个这样子的表述，他说杀害伊朗国家领导人还有攻击平民目标这个行径不可接受。可是美国跟以色列还是持续在这么干包括斩首各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阶层。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刚刚以色列不是讲了吗？伊朗已经没有在做飞弹或者是做武器的能力了。可是外国的专家是这样讲他说这个伊朗其实不但没有耗尽导弹，它的革命卫队还在使用新型的导弹实施这个还击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再来看看革命卫队这个发言人，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死亡的这一位他之前有讲，他说即便在战争状态之下，他还可以继续生产导弹在库存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就说伊朗的海军已经全部被歼灭了。现在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是这样讲，他说这个是谎言如果美国真的这么自信，为什么不敢下令让航母驶入阿曼湾跟红海呢所以他们是说，这是美国的这个单方面的一个宣称，他们的海军没有被歼灭。那另外呢，美国的福特号我们昨天也这几天都为大家讨论了，它撤离所以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说法是说，现在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在西方媒体的广泛的关注之下呢，已经派遣到西亚了，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反映出美国以绝望而屈辱的真实处境所以你也知道呢，其实战争嘛大家都会做一些这个各种的宣传，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呢，美国在中东至少有19处的军事设施，可是8处是永久基地，现在无一幸免，都被飞弹击中，来自于伊朗的飞弹。
所以西点军校有一个报告，他说对伊战争正在扼杀美国自身的战备能力哦。看起来哦，这一场战争哦，会让美国军事体系中长期被忽视的关键问题已经被暴露出来了。而且呢，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对作战能力的深层影响，包括赫姆兹海峡一被封锁，你就很难做一个后继的补给了。那另外呢，《卫报》就解读，他说这一篇西点军校的分析呢，意味着赫姆兹海峡的关闭对美国的国防工业产能提升，还有受损的装备修复，造成了瘫痪性、即时性的冲击。来，请教老师。美伊战争的初期啊，双方都有去打对方的这个能源石油设施，特别是伊朗被打。那伊朗在第一时间就说：“我打不到你以色列的，我也打不到你美国的啊。”那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就打你跟美国资产有关的，也就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有关的，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石油设施。后来双方就有个默契说，那我们就不打了啊，因为第一方面免得影响全世界的能源供应。那彼此之间有这么一个默契，那就是大家遵守默契了。伊朗也就没有再攻击这些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可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现在违反了，为什么？因为打了2个多礼拜、3个礼拜，快到了，以色列越打就怎么这个国家就是不屈服呢？一旦不屈服了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就开始攻打这个伊朗的能源设施，而且打了2个，第一个是涉嫌违反战争罪，也就是对德黑兰的燃油库进行攻击。我们有报告有分析过，这是有涉及战争罪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认为，这个已经明显的涉及到战争罪。只不过我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被国际刑事组织通缉了，但是美国匹夫嘛，那没办法，你也抓不到他你也不敢抓他。不敢抓他是因为他现在只飞这个美国那几个国家，其他的他也不敢飞欧洲了嘛，他也怕到欧洲就被逮捕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就飞美国，美国也不会逮捕他。好，所以他本身已经被通缉了。但是他还是很自由但是他违反了战争罪，那你也没办法再对他怎么样了。好，那问题就来了，第2次就攻打了这个伊朗的在南部的这个最大的天然气的这个石油设施的时候，伊朗就马上反击了。这一反击，全世界油价就飙涨了。我想观众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油价现在涨到117块那天然气跟油价都双涨的时候，全世界都紧张了，美国更紧张。所以川普就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了，施加压力以后，川普承诺说不会再打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以色列会不会听川普的话？那以色列如果不听川普的话，他继续再打，那对伊朗来讲，当然就继续再反击了。这个对全世界都是不好的消息。另外，以色列认为他只要一直连续的、不停的、有效率的杀伊朗的领导人的话，那伊朗他们最终每个领导人会害怕死亡，他们就会屈服。可是目前这个现象没有出现。以色列的所有的这种击杀行动都是有效的，都是成功的。但是目前来讲，伊朗的抵抗意志、反对意志看起来还是很强大。那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战争走入这种恶性循环。这真的是不是好事情？留下领导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进行政治谈判你杀了以后就没有谈判的空间了。是，现在连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都被斩首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新一代的装备几乎倾巢而出那也就是呢，他几乎已经用尽他可以用的力量了。但是呢，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呢，他手上还有不断的新的飞弹出现，这个恐怕才是美国最伤脑筋的部分而且呢，美国更伤脑筋的是什么？他以为的好朋友。现在通通不挺他。我们来看看欧盟怎么说这件事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他说这一个欧洲对无穷止境的这个战争没有兴趣，这不是欧洲的战争。那好，那美国真的很想那个应对吗？没有，其实
自己也跑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讲之前他的一个那个扫雷舰4艘复仇者号，现在到费城了。所以我们讲到说，1个月前他们就出发了。也就是1个月前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要打伊朗，是1个月后，也是最近1个月内的事情。可是现在美国唯一可以猎雷的是什么船？是滨海战斗舰。可是现在的滨海战斗舰原来在哪？原来在巴林，现在在哪？现在在马来西亚。他们跑到马来西亚去干嘛？你应该继续的固守巴林，固守霍姆兹海峡，你跑到那边去干嘛？怕死。你也是想要保存实力而已。那也而且呢，它的配备是很完整的，也就是它连这个 MH60的这种无论是反潜，或者是我们讲到有关于侦雷，也就是侦测这个鱼雷的位置，其实都是靠这个现在是空中猎雷的时代啊。那讲到这个福特号啊，那就更是一把辛酸泪啊，因为现在它已经快接近吃饭时间，我们就不讲之前的污水系统的部分。那结果你搞一个洗衣房也可以失火，洗衣房不是用瓦斯的，用的是蒸汽。那而且船上所有的电线都是比你所使用的安培数高得多，甚至还有装甲线，你都可以烧起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真是费疑猜。我们接一下广告。好，咱们看中东的战局，交给董哥。大家看哦，美国跟以色列这次打伊朗哦，他其实是用非常多没有武德的手法哦。大家其实全世界都要看，美国打阿富汗那时候打，他过北约很多国家去协助他，包括澳洲大家都去协助他，就说因为你被攻击啊，他那时候讲911对他们本国有多大伤害啊，所以大家提开同轴啊。那这次他们去打很简单，他说大家来帮他核武资，没有人理他，点名7个国家你们要来啊。不，没有人理他，为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这是你主动去跟人家挑起，然后你现在打得好像力不从心了，就是叫大家来帮衬。那去年我们全世界整年在干嘛？就是你在搞我们的关税，你把我们痛打一顿，现在说，我招架不住了，你们来协助我，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所以你看这场战争的不仁不义让很多人觉得费解，尤其杀了170几个小学女生，就把人家封死了。你知道打阿富汗的时候，那时候澳洲的军队，他们那些特种部队，他们杀了一些平民，那些特种部队回去全部被解职，而且被判刑屠村了。那你怎么可以去杀这些没有走寸铁之力？何况是杀小女生、小学女生，那这个已经不是人的行径了，这个就是畜生了啦，不用讲。那他们现在还到处在辩解，川普说就是他们伊朗自己打了，会有这种羞耻心的人，大家会认同吗？这个川普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要追随的川普，抱他大腿的川普，你能够接受吗？各位，这已经是人性跟不是人性，在内心挣扎的一个战争。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谁对谁